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，今天给大家带来街机平台的休闲游戏《超能运动会2代》。这款游戏的风格非常像大家小的时候在红白机平台玩的《热血新纪录》。游戏当中是很多的体育比赛，但是这些比赛项目一般的人类是无法完成的。有几个角色可以选择，我选择了真琴。大家注意他的奔跑速度，一会儿能跑出残影或者是能量波。比赛的时候会给咱们分配一个 AI 的对手，并且这款游戏最大是可以4个玩家一起玩的。大家注意，分配的这个对手是处于3P 的位置。对面这个角色叫做卡尔·魏泽曼。游戏是南梦宫1994年出品的，所以说很多的游戏设定已经比较细致了。比如说我选择的真琴，它还有3颗的成绩，分别是90、58和83，不错吧？游戏甚至还加入了物理引擎。那刚才咱们玩的第一个项目叫做最大速度。现在的第2个项目叫做激情滑行。大家注意，屏幕的左上角有一个490米，这是一个及格线，600米是世界纪录。破纪录的话会有特殊的画面。无论哪个项目都会给你1到2次机会，你至少要达到及格线才能够过关。其实给咱们分配的这个 AI 这个对手，如果咱们的分数超过他的话，算咱们第一。每个项目第1名得到6分，第2名得到3分。游戏最后结束的时候会计算一个总分，但是总分这个东西不影响你是否能够继续游戏。影响玩家能否继续游戏的还是这个及格线。这里是第3个项目了，碎冰。游戏一共是5个比赛日，其中第1个比赛日只有1个项目，第2个比赛日是3个。跟大家说一下这款游戏的操作，游戏是没有方向键的。甚至这款游戏的原版机台也是没有摇杆的，它只有3个按键。一般来说，如果要求玩家奔跑，那需要玩家反复的切换1号键和3号键，按得越快越好。当玩家需要攻击或者跳跃瞬间的时候，需要用到2号键。越到后面的项目越难，对玩家操作的手速还有跳跃或者攻击的精准性要求的越高。这里是第2个比赛日的最后一个项目，拖行怪兽。可能很多小伙伴小的时候看过一些大力士的节目，他们拖拽卡车或者是拖拽飞机。这里拖拽了一只哥斯拉呀，需要用到1号键和3号键，抓准每次左右2侧的力量条，最大的时候你可以拖行怪物3次，如果没有达到最大也可以拖行1次。及格线是118米，记录是168。大家注意右下角有一个 AI 的成绩，它是124。大家放心，每一关它都能够过关，也就是说它能够陪你一直从头比到尾的。所以 AI 方面我并没有把它当做一个竞争的对手，因为它就是系统强行给你安排的。
接下来是第3个比赛日。每个比赛日的项目如果是多于1个的话，你是可以自由的选择顺序的。这里的关卡叫做野兽洞穴。1号键和3号键是让咱们的人物向左或者向右移动，2号键就是射击。想要打高分的话，需要注意2点：一是开场的3只怪兽，它是要向后退的，你最好要打到，起码有个300分的基础分。另外，不要放空枪，因为最后结算的时候会乘一个命中率，100%的话会给你1.2倍的分数。记录是4500，咱们第一次就打了5100，这样的话已经破了记录了。本关过了之后，会给咱们一个特殊的奖励画面。其实很多的项目，如果你第一次破了记录的话，第2次就可以浪一点或者水一点，不需要太认真。这里我手慢了，所以有一个怪兽没有打到。AI 方面只打了3000多分，比咱们差得远啊，说明这个项目我还是比较擅长的。随便输入一个名字，第3天的比赛日项目还是比较多的，建议大家选择项目的时候，把那些需要反复的快速按键的项目穿插着来。不要每个项目连续的2到3个都考验你的手速，那样的话手非常容易抽筋儿啊。这里的项目叫做未来闸门，2个选手在一起，谁的反应更快，谁得到的分数就更多。但是大家要注意，如果你打错了的话，是会被电的，扣分。有些时候会上来一些人物是不能打的。刚才出来一个梦露，我们2个一人打了1个，被扣分了。但是本关的记录是非常好破的，大家注意，记录只有25000分啊，我打了45000。各种反应时间和 AI 对比了一下，其中最小反应时间我俩差不多，但是最大反应时间我是比较长的，有一个地方用了0.6秒。这一关让我想起了小的时候在红白机平台玩的光枪游戏，像是西部牛仔决斗一样，也是看你最后反应的时间。这一关我跟大家说一下，这关的项目叫做接话发，你要接住导弹，然后化解它的冲击力，再把它发射出去，所以叫接话发，一点问题也没有。接的时候需要在灯红了之后按2号键，2号键需要长按，你要调整一个扔出去的角度，然后再用1号键和3号键进行蓄力。我这里的成绩竟然比 AI 的对手要少10米左右啊，不对，少9.9米，9.9都包邮了呀。第2局看一下能不能挑战一下，不用挑战了，没接住，直接炸了呀。其实是我想挑战记录的时候，想把按键按得完美一些，这样的话你的容错率就会变低呀。但咱们有了第1次的一个保底的过关的成绩，就可以追求一下高分。这个项目叫做超级特技，像是跳鞍马一样，但是这个鞍马是安装在车上的，并且向你飞速的开来。
确实是飞速啊，直接把我撞飞了。我感觉我奔跑的速度也不够，刚才是146千米每小时，正常应该能跑到200左右，这都能上高速了。起跳完美，在空中你需要反复的按键序列，最后转了36圈。及格线是32圈。原来结算的结果还要看一下跳跃的高度，但是我们两个跳跃高度差不多，他是比我少了1圈，记录是40圈，有点夸张了，我感觉我赚不到。第4个比赛日，一共有3个项目。我首先选择的这个项目叫做深度潜水，大家不要被这个项目的名字给骗了。你觉得看谁潜的最深？不是的，潜到了610米就算是合格了。你需要潜到之后再返回。每个人有一个氧气槽，氧气槽如果耗尽了就会溺水。这真的让我想起了热血新纪录，在泳池那关互相坑啊，把对面压制在水下。第1局我还是稍微稳了一点，第2局给大家演示一下，如果上不来会怎么样。因为咱们已经有了第1局的一个合格的成绩。首先到达610米，好的，到了。我上浮的速度有点快，我需要慢一点，稍微慢一点，这样才能淹到。这种情况就属于失误，你的这一小局就没有成绩。咱们这个项目排行第2，但是咱们的总分已经遥遥领先了，所以说总分方面也不用担心。第2个项目是极速跳跃，这个项目比的是时间，但考验的是玩家的按键的精准程度。你在脚下的落脚点下沉到岩浆之前，就需要松手你的跳跃键。第1局先求稳，咱们先过关，因为我感觉 AI 这关发挥的不错呀，他用了13.26秒，记录是13秒。第2局咱们可以追求一下高分，但是追求高分是很容易翻车的，感觉有戏吧？没戏了，翻车了，最后一个坑没有跳过去啊！最后一个坑如果跳过去的话，基本上是12秒多，可能是12秒7左右，但很遗憾，最后一个坑翻车了。现在这个比赛项目是要打击这些石块，但这个项目非常累。每打击一个石块之前，你需要用1号键和3号键把气槽蓄起来。咱们大概时间是13秒还是14秒，但需要打的石块有15个，非常的多。我们2个几乎同时。我稍早一点，但是都没有破纪录。记录是12秒，我用了12.03秒。
这个有点可惜了，就差0.03秒。那0.03秒也就是1帧的事儿啊。第5个比赛日，也就是最后一个比赛项目是刺激地面。咱们需要在空中蓄力，然后给地面来一下，看谁砸的裂缝比较深。对面肯定没我深了。刺激这种事情我比较在行，我甚至可以进行反复的攻击。这样的话，所有的正规的比赛项目就都完成了。最后这个项目我还破了记录，但这种情况下，咱们需要挑战初代的冠军，是一个赛跑的项目，但这个项目我实在是赢不下来，手速已经不行了。我不知道这个项目我赢不下来是应该骄傲啊，还是应该骄傲啊？大家看一下对手的奔跑速度吧。我也不做过多的解释，记录是5秒7，其实这个记录就是对面跑到终点的速度。5.7秒，没影了。我现在赶上来了，但是大家注意，它可以2次加速，特别夸张啊，真的是赢不下来。这样的话，最终的结果发表了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街机平台的超能运动会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。游戏的整体风格还是很欢乐的，感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个游戏再见。